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5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横财大发。每个人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的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的人虽然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相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是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会比较的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与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渐渐的清晰，会逐渐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的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者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有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是能够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有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少，1万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太在乎太多的小节，只会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
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和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纹线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感情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的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够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的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够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以上这15种手相的人，年龄越大反而财运越好，尤其到了50岁以后会横财大发。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手相，也不要灰心，不管是哪一种的人生，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样生活才农村关于手相、面相之类的卜卦学说之多，已经不需多言，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出来几句，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几种所谓的面相、手相。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农村一种常见的手相学说——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道理。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从金钱纹这种手相的名称和一生财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手掌上面有着金钱纹的人，一生都是财运通天、大富大贵之人。那到底金钱纹是什么样的呢？金钱纹是手中掌纹的一种，一般位于人手指、无名指的下方，形状一般为三角形或者菱形，只有极小的几率出现米字形。人们认为金钱纹是掌管一个人的财气，金钱纹显示的越是清楚，则说明财运越大，生活必定财源滚滚。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金钱纹外，这些富豪才具备的20种手相特征，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2种是小富，3种是大富。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家，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肢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
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1.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13. 男人手如棉，身边有闲钱；妇人手如浆，财帛满仓箱。男子为阳，女子为阴。手掌的肉属于脾土，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也主偏财。男子先天阳气盛，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女子先天性阴，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俗话说，福厚积银钱，富贵是有来头的，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慈善施舍而来。那么我们一旦富了，一定要知道如何做。慈善捐助、体恤贫苦、捐资助学，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16.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17.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8.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
19.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20.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生活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可你知道吗？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掌握在自己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1. 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的风险。举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即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有可能患有主动脉瘤。2. 这两处易长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20%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80%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略。1. 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者背部疼痛、呼吸或者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2. 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90%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3. 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即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者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75%到80%。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管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即为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比较早，往往先于其他的肺癌症状。4. 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1. 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半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症重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2. 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3. 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长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
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4. 手部青筋凸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则较为明显，尤其是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凸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1. 手背青筋明显，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2. 虎口青筋明显，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着容易患心脑血管急症。3. 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60%，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5年、10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轻，说明病情越严重。4. 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头痛。5. 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6. 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易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痛等症状。7. 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脑部供血少引起的。8. 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或者经络不通较为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9. 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氦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10. 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11. 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则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5. 如何从手指预防疾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1. 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2. 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击，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等都有好处。3. 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手相是通过观看一个人手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科学，每个人的手相都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我们要留意自己手相中的局部变化。人的运势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一旦发现自己的手相改变，那么预示你的运势发生变化。以下这几种手相的人适合创业，可谋得富贵荣华。1点三角纹，三角纹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代表会因为婚姻或感情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会增强人的智慧，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其人是很好的辩才。2领袖纹，手相中拇指有着很大的作用，
其代表一个人在社会上求发展的生活力。拇指上出现好的纹线，如领袖纹、凤眼纹等，在各方面都能有着好的作用，表示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3. 通天纹，双手通天纹，前世必是大善人。今生头有灵光，神灵处处庇佑，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有大作为，财运不断。香书云：双手通天纹者绝少见，有之者心应手辣，大事必成。4点两指等长，食指和无名指一样长。有此手相的人在年轻时都吃苦颇多，中年之后事业腾飞，当个小老板挣下千万家业还是铁定的。第2，从手相中看是否漏财，大体有以下4点。1. 看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2. 看手的薄厚。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3. 看手指缝。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因而存不住东西。手相也是如此，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4. 从手相上的财运线，破财纹。财库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1. 财运线。图中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竖线是财运线，财运线如挺直清晰者财运好，纵然现在贫困，以后也会财运好转。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如果其他线条欠佳，没有配合财运，也将逐渐变坏。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财运线有缺陷，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曲折不直等，表示金钱运较差，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秘制的五路财神招财符催财转运。参考资料：五路财神招财符、开财门符。2. 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以上图中黄色线条，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3. 财库。蓝色圆圈代表财库。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4. 漏财手。如图片下半部分，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第3， 6种负命人手相特征。1. 手如干姜夹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
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骨，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女人手如干姜，兴家之人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拇指分眼纹边缘闭合不佳，影响运势。嫁的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波折较多。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教子有方，多数子女成才，晚年孝顺父母。她们一生都勇往直前，不会简简单单地被困难打倒。她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也正是她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哪怕她们一分钱也没有，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她们懂得抓住机遇，赢得成功。2. 发达的财纹。手财纹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有这种手财纹的，通常是能够守财的，理财能力也很好，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选择适当的投资。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守财纹。守财纹是守相论财富最重要的纹路之一，此纹最易判断人的一生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一举中的。凡大拇指第2指腹中有横纹均算守财纹。守财纹即代表有财且能守，守财纹常代表入财多，也守的财多。守财纹短，代表入财小或不易守财。没有守财纹，晚景可虑，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到年老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挖必姓家。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
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其湿，如人之劳作复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宫学代表大领导，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宫学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宫学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宫学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手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第二，6个富翁的手相特征，占3个的人至少小康。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6绣纹清晰，6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小指下肢直纹亦称6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6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6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6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肢6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遇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
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第3，面向12宫福禄解。第1宫命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堂，看名字便知，它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重要部位。它的位置在双眉之间，山根之上，它是吉凶气色的聚合处。好的印堂应是光明如镜，平平坦坦的，这样的人生会大多顺遂，波折较少。而假如是下陷不平坦的，眉头紧蹙，显得很狭窄的，有皱纹的，或是有疤痕的，这些都会影响命运的起伏，让运势多波折。第2宫官禄宫，顾名思义，官禄宫就是管我们升官发财的事业运的。它的位置在印堂之上，前额的正中间，经常有不知道的人把这位置跟印堂弄混的。同样的，这里长相上要求要丰隆平满，光润开阔，颜色上明黄发亮者最是好相。其他额头短小不平有皱纹颜色不好者都会影响运势。第3宫福德宫，在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专业上称为天仓，它管的是人的福气。如果前额的天庭和下巴的地廓相对，又同样都丰满无缺的话，这人必然是五福具备，长寿健康，生活康宁的，将来还能寿终正寝，死得安详，是属于福气的长相。第4宫兄弟宫，兄弟宫指的是眉毛的位置，古时用来看兄弟间的关系等，比如二眉离得太近，杂乱相交者大多兄弟越强，手足相残。而现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不用考虑这点，但可以引申开为看平辈间的关系及感情。眉头上方为交友部位，不宜有不好的纹路及疤痕。第5宫财帛宫，财帛宫指的是鼻子，女的也叫夫宫，代表的是财富与事业的位置，所以我们才经常说男鼻看财，女鼻看夫运，就是如此。好的鼻相应是高隆丰厚，准透圆鼻一丰而鼻梁挺直的，这类人往往也事业有成，财富丰裕。其他的诸如歪斜弯掉、尖薄侧、反露、鼓露孔等等类型的鼻子都是不好的类型，颜色上若布满红丝或气色清暗，属于有疾病或要破财的征兆。鼻头若现红赤之色，专业上说是叫火伤中堂，这是大祸临头的警报，切要小心，不可妄动，以消灾破难。第6宫田宅宫，顾名思义，田为田地，宅为房屋，它管的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它的位置在眉眼之间的上眼睑，与额头相似。田宅宫长相上也要求以宽广丰盈为佳，不仅有利于置产，还影响人缘。那些塌陷窄薄的相，大多性情急躁，人缘不好，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事业的发展。第7宫妻妾宫，也叫做夫妻宫，位置在眼睛的尾部尖门的部位，同别的部位一样，这里也要求平满丰隆为好。如果妻妾宫有缺点，比如有巴掌痣、有皱纹，或是太阳穴下陷等，婚姻中都会有问题，例如外遇等。第8宫儿女宫，顾名思义，儿女宫看的是儿女的信息，位置上在下眼睑类堂位，此处也要求要丰厚，不宜空陷。在医学上，这个部位与小脑的关系也很密切，
如果有缺陷或有遏制斜纹之类的，都会影响到小脑，从而影响性欲，对将来孩子的成长、健康、个性方面有不利影响。第9宫迁移宫，以上说的是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宫位，下面这几个是影响相对次要的部位，但是实际看时，其影响也不能小看忽略，应该都要考虑进去。迁移宫的位置在前额左右眉尾上方的靠住发的部位，管的是人的移动方面信息，像交通、乔迁、旅游、调动、出国等。第10宫极恶宫，位置上在我们的双眼中间山根部位，管的是我们的健康以及祖产根基等方面。长相上要求丰满润泽，气色良好，如有断裂、塌陷、痣疤、破败等，都是很不好的兆头。第11宫父母宫，也即是前额天仓左右的日月角，长相上要求高圆明净，气色良好，微微隆起，无偏斜。这类面相一般遗传良好，家庭不错，父母教育成功，出人头地相对较早，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走吃很多苦，对人早期的成长及事业等会有好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角峥嵘。第12宫奴仆宫，过去有奴仆，现在新社会则可以广泛到下属、同僚、晚辈等，长相上也要求以下科圆润丰满为佳。此部位如果肩线偏斜窄削等，一般人际关系不是很好，身边周围之人不是很拥戴，所以特别要注意弥补下孩子的教育及与他人的相处问题，以免晚景寂寞。以上是从五官脸上的部分来看面相，只能作为一部分的参考。实际上，面相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过程，它不仅要看五官脸型等，还要看肤色，也就是人的气色，还要看身体，还要根据人的整体形象进行五行划分，看面相与体型是否整体搭配等，最终还要看一个人的言行，这是后天的影响，非常之重要。如此才是一套完整的看面相方法。当然，这些是要更高层次的知识了，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谁不梦想着一夜暴富，彻底改变生活呢？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梦想，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面纱，以及偏财运极旺的3大手相秘密，跟我一起探索吧。第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一，拇指状似汤匙揽财仙女之手，在这手相中，大拇指指节纵横纹如潮水般涌动，指头如同握住一把仙女法宝的汤匙。这可不仅仅是巧合，财神爷似乎对这位幸运儿眷顾有加，机会降临时，要像明智的决策者一样，把握住每个可能的机会，切记不要为了一时冲动而孤注一掷，事情都需要有度。2. 星形纹，梦幻之财富之手，这神秘的星形纹出现在太阳丘或木星丘，是财运的亲密伙伴。随着这星辰之纹的显现，机会和幸运将降临，带来不可思议的财富。然而，要留意这些星形纹的变化，有时它们如梦幻一般出现，却又会在转瞬间消失。把握机会，关键在于提前的准备和对机运的把握。3. 智慧线分叉，商业智谋之手。智慧线的分叉并非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分叉之线延伸至太阳丘的位置，这表示其人审辩敏锐，精打细算，具备经营商业和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命中横财运的好运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加分项。在商海中如鱼得水，财富将水到渠成。4. 手掌多肉且偏圆饱满之财富手相，手指短小，手型呈现出圆润的特征，手背丰满，寓意着财运丰盈。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会，中奖的几率极高，可以适度参与一些投机活动。然而，切记要注意掌握尺寸，不可过度冒险。生活中处处有财富等着你去发现。第2，偏财运极旺的3种手相。1. 财运线，繁多金钱无者之手。财运线如同手掌上的财富音符，越多意味着财运越旺。这手相的人拥有经济头脑，
情商高超，是发现商机的行家。他们命中偏财，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在无意间获得意外的收益。对于他们来说，赚钱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2. 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创富奇财之首。食指根部的木星丘如同一颗灵性的明星，若发达且与中指之间有缝隙，这个手相意味着其主人的偏财运势格外旺盛。这类人头脑聪明，为事勤勉，勇攀事业巅峰。通过创业，他们为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与财富。商业敏感度极高，能够敏锐捕捉到周围商机。对金钱的渴望更是强烈无比。在平时，他们不仅会努力经营本职工作，更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特长，经营多个适合自己的副业。这类人中年时基本上已成功跻身富人行列，其财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多得数不尽。3. 无名指下的十字纹，异性缘与财运齐飞。十字纹这短线相互交叉而成的手相，如同命运的密码，而若它出现在无名指下方，预示着命主在异性缘上非常幸运。这并非寻常的异性缘，而是好的异性缘。在异性的帮助下，他们常常会迎来丰厚的财运，就像是命中注定会有意外之财砸在自己的身上一样。这是一双吉祥之手，其主人幸运的同时，也拥有着财运的双重加持。当然了，如果你在上述的手相中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手相，也千万不要气馁，因为以下这几种注定厚积薄发的手相，先苦后甜，后运福气十足，才真正属于你。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天文明显冲克财宫，主初期财运不稳定，也就是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27、8前多波折阻碍，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能力强，素质高力，做事业。30左右的运了事业还是不错的，掌心凹聚财，说明后期家庭财运旺的纹尾部分差，后期的家庭负担大，情线无伤意的真缘。2手相中要求饱满丰隆，女人的手相轮廓配合很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代表一生事业没有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手相中如带有元宝纹，那一生的财富会更加大，结婚后能够旺起家运。3女人手相要求巽宫饱满红润，高凸则福禄永久。所谓的巽宫，就是在5根手指底部位置有肉隆起，形成凸状。这种手相的女人10之8九都是福气颇多，一生容易得贵人相帮，结婚后更加会有旺夫运。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比较差，等好运来时会一飞冲天的好手相。4标准的土行长，土人厚重有成，它是稳重不鲁莽，但是土人厚重有余灵活性不够，悟性稍弱，也比较固执倔强，凡事出成就慢。穿文力外出闯荡发展，出去闯闯磨砺自己，更利事业有成。历西方北方发展，人文那里有类似岛纹的纹路，说明出运不利，初期的学业事业都有影响。27、8前发展的不够理想，穿纹不利，情缘无。女人手相右手出现夫子颜，也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可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出现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财运，但比较操心，很多事情会亲力亲为。6事业线开始处不明显，早年运气比较多起伏，30岁之前钱财难聚，行至明堂处就清晰起来，也说明35岁开始事业财运会非常稳定。7感情线比较深不乱，说明你是个感情专一认真的人。冲天柱能跟智慧和感情交叉，说明有骨气有上进心。生命线比较深，说明身体方面还不错。由于智慧线跟生命线刚开始有交点，就是说你童年运气不那么好，中年开始交好运。由于感线深又没那么长，容易感情用事。从手相分析是先苦后甜，
晚年发财的命。当然，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看以下的手相案例，说不定会更加好理解哦。第一个，长后指短，偏土长，土人有点是勤劳稳重，传统顾家，缺点是做事放不开手脚，容易瞻前顾后。从这脑线和生命线年贴长也看出偏保守谨慎。长秋来看，食指巽宫财位，有点拉胯，没有跟上整个手掌的厚重，反而是平薄见杂纹，财运一般。本职工作易动荡起伏，不过小指水星丘见钱财数纹，偏财倒是有些，但不长久。纹路看，主线横纹干扰多，人生运势阻碍多，时起时伏。生命线初期见锁链，早年家庭环境一般，难享祖荫庇护，个人依赖性也稍强。20岁左右的横纹代表学业受限，脑线脱离生命线后变得干净深刻，说明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力越来越强，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清晰。中年阶段的横纹跨过了生命线和脑线，人生早年基础没打牢，人生起点不高，容易走偏门，不长久，造成中年阻碍多，困难重重，这样财运难旺起来的原因。感情方面倒无大碍，感情线清晰少杂纹，是个传统顾家的人，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征。第二个，掌面白净，纹路细绣，能享清闲。手型来看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可靠，勤劳传统。长秋来看，食指巽宫财位饱满，井字纹未成型，财运旺，但是财不稳，养一养。井字纹成型了，财运才能稳。三大主线来看，脑线最为清晰深刻，头脑聪明，心态稳定，有主见和定力，看一个的发展是否长久稳定。脑线非常重要，女主脑线就不错，心理素质很强，面对重大场面不怯场，能抓住机会，领悟能力强，学东西很快，举一反三，学业不错，人生起点不低。相对来说，生命线稍显浅淡，体质一般，建议增强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路才能行得稳。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模糊，初入社会的时候有些迷茫，体质欠佳，加上感情线下方见三角纹干扰，情路有些坎坷。24岁左右有过泛情伤的经历，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也可看出有一段投入很深感情，最终没能走在一起。脑线来看，心态没有受太大影响，整体还是偏理性的人。第三个，中指是代表自己，相当于面相中的鼻，是君位，一旦出现歪斜，易误入歧途走偏门，加上中指食指间漏大缝，更是破败之象。现代社会骗术很多，防不胜防，有些人内心定力不强，爱贪便宜，所谓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原主指缝这么大，易上当受骗而漏财，而且漏的不小。加上感情线尾端入指缝，因情而漏财的事情也会发生，注意防范。好在原主脑线和生命线年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能守住些财，否则更是钱财耗尽，人生苦不堪言。30岁之后变得更加稳重谨慎。从纹路看，脑线明显强于生命线，是个爱动脑、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通，也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生命线偏弱，说明体质不强，不太爱锻炼和运动的人，建议增强体质，脑力和体力平衡，才能提升运势，事业也会更加稳定长久。感情线深刻有弧度，特别是尾端陡然上翘，弧度太过陡峭，喜欢刺激有活力亲密关系，不喜欢从朋友慢慢做起，迅速升温似乎更符合他的想法。桃花虽旺，但大多是短暂关系，难稳定。手相中，纹理对人的吉凶起着很大的作用。纹理固然重要，出现吉祥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一般情况，不论男女，容易财运好，有权威，运势上扬。第一，鱼形纹，智慧线与生命线之间有一条斜线相连，构成一鱼形纹。鱼纹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样子，有的则像被挂起来的一条鱼一样，
倒立于行。一、手相三线伸长，事业线直上，智慧线弓字形有力，感情线尾端进入食指与中指之间，代表一生运势强盛，易与大贵人相符。巽宫出现井子纹，一生财运不错。实际命主26岁就为官员，至今位居权贵之别，春风得意。有这种余文手相的人，一般容易得以美貌、高贵有钱女性为老婆，并且夫妻之间情感和睦。有时老婆为其在事业上或者仕途中给予很大帮助，成就于他的官运、财运。二、1979年南通手相运势，感情线外侧出现鱼形纹，一生富贵加身，钱财不断。第二，方形纹，此纹不光可以当作财库，而且还可以起到逢凶化吉、得遇贵人的作用。方形纹、口字纹，做事坦荡而周密，经过拼搏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此外，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其人聚财能力很强，非常善于理财。事业线伸长，从根部延伸直上，与智慧线相交，至智慧线交汇处出现方形纹，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事业相对稳定，财运不错。23岁、28岁、32岁都是相，前面19岁、23岁已经得到验证，对转吉的流年，35岁后锦上添花。实际28岁转吉，32岁自营企业，资产千万，38岁又投资前景好的企业，目前效益一直不错，可谓日进斗金。眉手五指，指头内侧红润之色明显，钱财不断，运势正佳，可谓鸿运当头。有这种手纹的人，可以娶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作为他的一个垫脚石，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辅助，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财运。如果三大线伸长，命运线直上，八卦丰隆，则权贵有望。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将深入解读一位朋友的手相，揭示其中蕴含的先苦后甜、晚年厚积薄发的神秘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掌纹的世界吧。第一章，初期波折，命运的蛛丝马迹。在这双手掌中，天纹明显冲克财宫，预示着初期的财运不够稳定，工作和事业会经历一系列波折，尤其在27、28岁前。然而，主纹路伸长清晰，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和高素质，为30岁左右迎来的运势和事业的腾飞埋下伏笔。第二章，女性手相的事业高升与财富密集。对于女性而言，手相轮廓至关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预示着一生事业没有太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而带有元宝纹的手相更是财富密集，结婚后将迎来家运的繁荣。第三章，巽宫的女人，福禄永久的手相之谜。女性手相中的巽宫，要求饱满红润、高凸，是福气多的象征。这样的女人10之8九都容易得到贵人相助，而结婚后更有望拥有旺夫旺家的命运。在这里，我们揭秘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的差异，等好运来临时将会一飞冲天。第四章，土行长的坚实与固执。标准的土行长代表着厚重、踏实、稳重，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固执。悟性稍弱，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但通过外出闯荡，他有望拓展事业领域，赢得事业的辉煌。人文中的倒纹纹路预示着出运不利，27、28岁前的发展并不理想，穿纹的不利也影响了情缘。第五章，夫子眼与十字纹路的幸运结合。右手出现夫子眼，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更能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形成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通过聪明才智能够获取财运，但也意味着要为很多事情亲力亲为。
第6章，事业线的显现与生命线的交汇。初期的波折导致早年运气起伏不定，30岁之前钱财难聚。然而，行至明堂处事业线清晰，35岁后事业财运将变得非常稳定。生命线深长，表示身体状况较好，虽然童年运气不佳，但中年开始交好运。第7章，先苦后甜，晚年发财的手相命运。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富兼收，可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度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手相中的3条主线并不尽如人意，这些纹路如何影响着他的命运？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一同探寻手相背后的神秘力量。手相中的感情线，宛如人生之舟的波折航线，道纹的分叉暗示着主人公的感情之路颇为曲折。婚姻线的异常长度又预示着什么样的命运？故事的情节渐渐展开，让我们一起探寻感情的复杂纠葛。在这段星象故事中，烂桃花绽放的很多，象征着多次的恋爱经历。然而，这并非一帆风顺，主人公在恋爱期间屡遇不顺，近2年更是未能寻得正缘，情伤交织，使得他对感情充满了深深的体悟。如何在情感波澜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让我们继续听下去。财运的故事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在这个星象中，主人公的财运在中年之后逐渐逆袭，贵人相助，金星虽短却带着强大的力量。然而，思绪打死结，变通不足，导致他在决策时容易陷入自己的死结中。命运的变迁，财富的积累，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故事呢？我们谁也不清楚，不过我倒是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第1章，漏财纹的诅咒。天生漏财命的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总是不经意间溜走，这让人倍感焦虑。漏财纹就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看似无法逾越的财运障碍呢？第2章，戴戒指的神奇力量。在漏财纹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戴戒指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方法。通过在食指或中指上佩戴金的或玉制的戒指，或许能够减少漏财的几率。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枚戒指背后的神秘面纱。第3章，财富的破口封堵。在当今中国，房地产的猛涨使得不动产成为保存财富的一种有效方式。即便手头的现金花出去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也许是转运财富的一大法宝。
我们将揭示这种不动产的神奇之处，为您解锁财富的新纪元。第4章，托付他人，财富保平安。对于漏财命的人而言，手头不宜拥有太多现金。这时，我们可以将财富交由他人保管，无论是交由配偶、父母，还是寻求专业的理财公司帮助，都是避免漏财的一种明智之举。让我们一起探寻这种托付他人的奇妙之处。总之，手相是一本记录命运的书，每一道线路都是一段命运的故事。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而牙齿则是门户的10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从嘴巴看相的角度来看看你的一生命相吧。1. 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 牙齿偏黄。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 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脾之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脾之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 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愈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 牙齿长得大。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它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门牙较大。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精力旺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不畏艰难，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有勇无谋，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不懂得提前规划，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有小赚大赔的现象，应引起注意。7.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
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8. 牙肉尽露，张开嘴就看到牙肉尽露，牙龈露金，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在收入上也不稳定，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一旦翻脸，善于争执，口无遮拦，易伤爱人的心。9. 牙齿不整，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此人自私自利，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再加上个性急躁，比较情绪化，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人际关系很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如果不思悔改，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10.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1.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2. 牙外倾者，牙阶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听牙者会发支流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水沟不在乎，夫楼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3. 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14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4. 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5. 门牙缺，一枚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6. 门牙加犬牙，这在门牙的中间加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六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 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开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8.
门牙尖锐者性格狂暴，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忠实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19. 三门牙，这里多了一只门牙，一对变成3只了，多了一只牙，当然就要多吃许多东西，而定量不够，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偷。因此，这种牙干的人，有的会有盗癖，既然要偷盗，便要防备捉拿，必要时先下手为强。所以，这种牙招的人，也是会伤害人的恶相。20. 牙加小牙，两只门牙中间挤进一只小牙齿，既破灭了两只门牙的团结，又使自己处于孤立受胁己的地位，这是何苦来呢？但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种齿相的人，生性顽固又倔强，孤僻高傲，与人疏远，甚至亲戚兄弟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情。不说其他人，这种人要干什么事，会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去干，无论于好事或坏事都是如此。